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曼达。今天来说一下牛排啊，因为主要的目的呢是想给大家在买牛排的时候提供一些小参考，所以今天呢我选了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高品质的牛排，来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其实大家如果去买比较贵的牛排呢，可能会注意到啊，其实这些牛排都会自我表明身份的。目前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呢，主要就是安格斯以及和牛。那安格斯呢，它是一个起源于苏格兰的牛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苏格兰它是一个常年凄风苦雨、气候不是很好的地方，所以呢，生活在那里的牛呢，就需要体格比较健壮，所以它们天生就会有比较高的脂肪含量，以及肌肉都会很发达。那安格斯就是一个天生很适合做牛排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呢，大名鼎鼎的和牛，其实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日本牛的统称。那在日本呢，和牛它其实是下面有很多细分的，根据产地的不同。但是目前呢，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暂时还没有可以合法进口的日本和牛，所以呢，我们市面上目前能买到的，一般都是产自澳洲的和牛。澳洲人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引进了日本的和牛去进行一系列的饲养还有繁殖，所以他们目前呢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养殖和牛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因为澳洲其实可能95%以上的和牛都不是纯血和牛，他们引进了日本的种牛之后呢，会和其他的品种进行杂交，所以其实如果你要严格对比来说的话，还是日本的和牛的品质会稍微更胜一筹。那目前主流的牛排的切割的部位呢，其实都来自于牛的这个后腰和背部。其实健身的人可能会理解啊，因为你要想要练出手臂、大腿或者腹肌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想要练出肌肉发达的背和后腰是比较困难的。那牛也是一样的，它们这些部位呢会缺乏运动，所以呢肉质会比较细嫩，油脂也会比较丰富。前面讲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其实我知道还是把每一块牛排都煎出来给大家看会更直观一些。那对于不同的牛排的部位，其实每个人会喜欢3分、5分、7分不同的熟度。那今天为了排除掉这些干扰大家判断的变量呢，我会采用中心温度控制法，就让每一块牛排的中心温度都准确的达到55度。这样的话呢，可以有一个更加简单直观的对比。所以呢，我今天会用到这个专业的牛排机。我们从一头牛的背部，从背最长肌开始，靠近肋骨的部分可以切出肉眼牛排。这部分的肉靠近骨头，油脂含量很高。肉眼的标志就是中间这一块圆圆的脂肪。这是一块 M4到5等级的肉眼，其实 M4以下的一般就没资格被称为和牛了。这是一块骨饲安格斯肉眼牛排，大约相当于和牛中的 M3等级。那为什么安格斯牛可以接近和牛的脂肪含量呢？其实它就是骨饲的功劳。虽然目前对于骨饲和草饲到底哪个更好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大致上来说，骨饲的一般会卖得比较贵，因为如果类比成人呢，骨饲就相当于是吃精米白面的人，那草饲就类似于一个人他每天都在吃粗粮和健康饮食，所以可想而知，吃骨饲的牛它肯定会长得比较肥硕，那它同理也是油脂会比较丰富，那会更受到市场的欢迎。但是种族天赋还是很重要的。不管吃多精细的饲料，安格斯牛还是比不上高等级和牛的。比如同样是肉眼牛排，这样对比起来，其实就有肉眼可见的区别吧。开机后选牛排功能预热，温度会自动设定到230度。调味我只用最简单的盐、黑胡椒、油，抹匀两面。将温度探针插进去，设定中心温度为55度，这是介于3分到5分熟之间的温度。牛排放上煎盘。等待温度到达即可。我用完全一样的方式煎好4块肉眼牛排，分别切开。仔细看就能看出不同等级牛排里的脂肪分布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会直接影响到牛排的口感。接着同样是一头牛的背最长肌，往后移动就可以切出西冷牛排，也可以叫沙朗或是纽约客。基本都只带同一个部位，这部分的油脂是不如肉眼高的，但是牛味会更加浓郁。标志性结构是外圈一层完整的脂肪，认准这圈脂肪就不会买错部位。还是跟刚才一样，用牛排机煎好4块不同等级的西冷牛排，中心温度都控制在55度。
切开看看。稀冷的脂肪没有肉眼那么清晰可见，但在不同等级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接着还是同一头牛，和稀冷的位置差不多，但更靠近躯体内侧的腰肌中段，切出来就是菲力牛排。一头牛身上菲力的部位最小，所以它的价格也会更贵。因为位于深层，菲力这块肌肉是非常缺乏运动的，所以肉质细嫩，但油脂含量也最少。还是和前面一样，煎好4块菲力，依然控制它们的中心温度为55度。腰肌的形状是细长条且一段收尖的，所以菲力牛排的形状很难规规整整，每块大小都有些区别。切开看看，菲力的脂肪就更少了，所以等级较低的菲力需要很准确地控制火候，不要过熟。这里我做了张表格，纵轴是3种牛排部位，横轴是4个不同等级，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以上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3种牛排部位，此外还有2种也比较常见的，一个是体积巨大的战斧牛排，这个名称是在形容它的外形，其实战斧就是带着1根肋骨的肉眼牛排，考虑到骨头的宽度，它的厚度会在3公分以上。这种超厚的牛排用牛排机来煎，需要调节到合适的厚度哦。这一块牛排足够4人份了，适合1家人分享。另一种也是带骨的，因为骨头的形状而被称为剔骨牛排。其实骨头的2边分别是1块较小的菲力和1块较大的西冷。如果菲力和西冷的尺寸差不多，那它也会被称为红屋牛排。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就结束了。今天拍这集的初衷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很直观的对比，让大家在买牛排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参考。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就不枉我斥巨资买这么多牛排了。那关于牛排，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或者细节，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之后我有时间都会拍出来。咱们下次再见了，拜拜。YouTube 的观众们，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每周都会更新。咱们下周再见了，拜拜。